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深夜2点，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你关掉所有消息通知，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面，灯光调暗，只留一盏台灯。你翻开一本书，或者打开一个空白的文档，什么也不做，就是坐着。雨声填满了房间的安静，你没有开音乐，没有刷视频，没有跟任何人说话。那一刻，你感到一种说不清楚的踏实，像是一个很久没回家的人，终于推开了自己的门。可是这样的平静，往往会在第二天被一句话打破。同事问你周末干嘛了，你说在家待着，对方瞪大眼睛，说你不无聊吗？你也太闷了吧。你笑了笑说还好，但心里有个声音开始冒出来，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是不是太孤僻了？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如果你也有过这种念头，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觉得独处时那种舒服感好像不该存在，那么今天的文章就是为你准备的。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独处的时候感到过一种深层的满足？那种满足甚至比跟一群人在一起时更真实更持久。如果有，请你给我点个赞，这会让我知道这个方向确实有人在寻找答案。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们每次都会聊那些关于内心、关于自我、关于你其实并不奇怪的小秘密。好，我们回到正题，那些喜欢独处的人身上到底藏着哪些真正有趣却被大多数人严重误解的特征？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早就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享受独处的人不是孤僻，不是冷漠，也不是社交恐惧，而是拥有一种极其稀缺、极其珍贵的内在能力。这种能力叫做与自己安然相处的能力。心理学界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叫温尼科特，他提出过一个迷人的观点，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不仅仅是在有人陪伴时感到安心，而是在完全独处的状态下依然感到完整。他甚至把这种能力称为心理健康的高级表现，这不是什么空话，这是几十年临床研究的结论。现在我们来一个一个拆解。喜欢独处的人身上那6个有趣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他们对外界刺激的需求阈值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处在嘈杂的环境里如鱼得水，越热闹越兴奋，音乐越大声越嗨，可另一些人在同样的环境里待不到2个小时就开始疲惫头痛，甚至莫名烦躁。这不是矫情，这是神经系统层面的真实差异。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提出过一个唤醒理论，他认为人的基础神经唤醒水平存在先天差异。喜欢独处的人往往拥有较高的基础唤醒水平，他们的神经系统本身就处于一个相对活跃的状态，所以外部的嘈杂刺激信息轰炸对他们来说会更快抵达过载的临界点。我拿一个生活化的比喻来解释，想象人的神经系统是一个音响，喜欢独处的人，这个音响的旋钮本来就已经转到第7、8格，这时候再来一个嘈杂的环境，一群人说话，背景音乐加闪烁灯光，就直接冲到第10格，开始失真，开始不舒服。而那些外向的人，音响旋钮可能在第3、4格，他们需要外部刺激来把音量调高，才感觉自己活着。所以当你在聚会结束后感到精疲力竭，需要用整整1天独处来恢复时，请记住，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你的神经系统在用它的本来方式运作。而且这种高基础唤醒水平其实和创造力有很深的关系。很多艺术家、作家、科学家，他们的神经系统就是这样设定的。他们不是不喜欢人群，而是他们的大脑天生就需要安静来运转。这个特征的金句是，独处不是逃避喧嚣，而是你的神经在主动选择它最舒适的频率。第二个特征，喜欢独处的人往往拥有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并且非常享受与自己的深层对话。这不是什么浪漫的想象，而是神经科学已经证实的事实。当人处于独处状态时，大脑中有一个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的区域会高度活跃，这个网络负责自我反思、创意联想、情绪整合以及对过去和未来的深度思考。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那些经常主动独处的人，他们的默认模式网络连接性更强，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递更高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在独处时不是在发呆，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在进行一种高强度的内部信息处理。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一个人走路时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绝妙的点子，一个人洗澡时某个困扰你很久的问题忽然有了答案，一个人开车时过去的一段记忆突然变得清晰，你终于理解了当时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反应。这就是默认模式网络在工作。而喜欢独处的人，因为给了这个网络更多的运作时间，所以他们往往拥有更强的创造力和更深的自我洞察力。我举一个你可能听过但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的真实故事。你知道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吗？他曾在自己的书里提到，每天凌晨4点起床，然后一个人坐在书桌前写作5到6个小时。这段时间他不接电话，不见人，不刷手机，
他形容那种状态像是潜入深海，而且他不止在写作时独处，他跑步也是一个人，连续20多年每天跑10公里。他说很多小说的情节转折、人物对话的灵感都不是在书桌前想出来的，而是在孤独跑步的时候，当身体和大脑处于某种安静节奏中，忽然就出现了。这不是巧合，这是大脑运作机制的必然结果。还有一个例子，心理学界的巨人卡尔·荣格，他在跟弗洛伊德决裂后经历了一段极其混乱痛苦的心理状态。当时他没有立刻找人倾诉，也没有用旅行或社交来逃避，他在瑞士苏黎世湖边的一个小村庄里盖了一座石头塔楼，一个人住在里面，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他每天生火砍柴煮饭，然后坐下来画画写日记，跟自己的潜意识对话。那段时间他写下了后来影响整个心理学界的红书。荣格说过一句非常震撼的话，孤独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而是因为无法与自己觉得重要的事物交流，而对他来说，那个重要的事物就是他自己内在的声音。所以你看，独处不是空洞，独处是内在世界的扩建工程。这个特征的金句是，独处时你大脑不是在休息，而是在进行一场只有你能参与的创意盛宴。第3个特征，喜欢独处的人对关系的质量有着极高的要求，而不是数量。这一点常常被误解为挑剔、难相处，甚至有点自闭，但实际上背后有非常清晰的逻辑。喜欢独处的人因为习惯了深度的自我对话，所以他们在与人交流时也会本能地追求同样深度的连接。那种只聊天气、只讲八卦、只是表面热闹的社交，对他们来说不仅没有收获，反而是一种消耗。心理学家把这称为深度连接需求。研究显示，相比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喜欢独处的人更倾向于维系少数几段深度关系，而这些关系往往具有更高的信任度、更强的情感支撑功能以及更长的持续时间。换句话说，他们不是不需要人，而是他们对人的需求更精准、更有选择性。他们宁愿有3个真正懂自己的朋友，也不愿意有30个只是认识的人。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一场满是人的派对里，你感到无比孤独，可是跟一个真正懂你的朋友坐下来聊2个小时，你却感到无比充实、无比被理解。这就是深度连接需求在你身上的体现。这不是社交障碍，这是你对关系有更高的标准。而且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观点，很多人以为喜欢独处的人不懂得爱，或者不容易建立亲密关系，但研究告诉我们恰恰相反。因为他们习惯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他们在进入一段关系时，往往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能忍受什么，愿意给予什么。他们不会用关系来填补空虚，也不会因为害怕孤单而将就。他们选择的关系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而不是寂寞驱使下的妥协。这个特征的金句是，你不需要让所有人都走进你的花园，你只需要留着门给那几个真正懂得欣赏花开的人。第4个特征，喜欢独处的人拥有非常强的自我意识和清晰的内在价值体系。这一点很少被提到，但它是独处带来最深层的馈赠之一。当一个人习惯了独处，他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在没有外部噪音、没有他人眼光的情况下，我究竟是谁？我真正在乎什么？这个问题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逃避。他们用忙碌填满时间，用社交填满空间，用外部的认可填满内心。因为一旦安静下来，他们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那种恐慌叫做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但喜欢独处的人，恰恰是那些愿意坐下来直面这个问题的人。他们在一次次的独处中，慢慢摸清了自己的边界，认清了自己的欲望，建立起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心理学家马斯洛在研究自我实现的人群时发现，这类人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需要大量的独处时间，并且非常珍视这段时间。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核心是对自我的深度认知，而这种认知只能在独处中慢慢生长。所以那些喜欢独处的人，往往在面对人生重大决策时更少受到外部声音的干扰，更能坚守自己真正认为重要的东西。他们不是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是他们有一个更稳固的内在坐标系，不会因为外部的风吹草动就迷失方向。我想到一个非常动人的例子，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被誉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失忆导演之一。他说过一句话，独处是唯一能够让人意识到自身存在状态的条件。他拍电影的方式非常特别，镜头极慢，画面极安静。他说现代人最大的悲剧就是被各种噪音和忙碌淹没，以至于听不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创作纯度，曾经长期拒绝主流制片厂的邀约，宁可拍预算极低但完全忠于自己内心的作品。他的电影在当时不卖座，甚至被苏联当局打压。可是几十年后，全世界都公认他是大师。他的力量从哪里来？不是来自市场的肯定，不是来自票房数字，而是来自他在无数个独处的深夜里反复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而拍之后得到的那个坚定的答案。
这个特征的金句是：独处是你在给自己绘制一幅只有你能看懂的地图，所以当别人迷路时，你知道自己该往哪走。第5个特征，喜欢独处的人对情绪有着更精细的感知和处理能力。这一点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很多人以为喜欢独处的人是情感淡漠的，是不擅长处理情绪的，但研究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神经科学家发现，经常独处的人在情绪识别和情绪调节方面的能力往往优于那些习惯用社交来处理情绪的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独处给了他们足够的空间去真正感受和处理自己的情绪，而不是把情绪转移出去，或者用外部刺激来掩盖它。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情绪就像一杯浑浊的水，如果你不断搅动它，加入新的东西，它永远是浑的。但如果你把它放在那里安静的等待，泥沙会慢慢沉淀，水会慢慢变清。独处就是给情绪沉淀的时间和空间，所以喜欢独处的人在遇到情绪波动时，往往会先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时间，而不是立刻找人倾诉或寻求外部安慰。这不是压抑情绪，而是一种更成熟、更有效的情绪处理方式。他们知道有些情绪需要在安静中被自己看见，才能真正被消化。而那些总是想用聊天、购物、聚会来转移注意力的人，往往会发现同一种情绪反复回来，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被处理过。我记得有一个研究追踪了一群正在经历失恋的人，结果发现那些倾向于在分手后给自己一段独处时间写日记反思关系的人，复原的速度虽然看起来比较慢，但他们在1年后的幸福感和自我接纳度远远高于那些立刻投入新关系或狂欢派对的人。因为前者真正经历了情绪的沉淀，而后者只是把情绪暂时盖住了。所以下次你觉得难过想一个人静一静的时候，请不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你只是在用一种更聪明的方式在跟你的情绪相处。这个特征的金句是：让情绪安静下来，不是逃避它，而是给他一个机会告诉你他真正想说的话。第6个特征，喜欢独处的人往往具有极强的专注力和深度工作能力。在这个注意力被无数碎片化信息争夺的时代，专注力已经成为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而喜欢独处的人恰恰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他们习惯在没有外部干扰的环境中思考，他们的大脑更擅长进入一种被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称为心流的状态。心流是一种完全沉浸在某项活动中的意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都会达到峰值，你会忘记时间，忘记饥饿，忘记手机的存在，整个人跟正在做的事情合二为一。研究发现，能够频繁进入心流状态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能够主动创造和保护自己的独处时间。他们知道深度的工作和思考需要一段不被打扰的安静时光。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一个人安静地做一件事时，那种专注和投入的感觉，和在嘈杂环境中被逼着完成任务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2种体验。前者让你感到充实有力量，甚至有点上瘾，后者让你感到疲惫空洞，只想赶快结束。这就是独处对专注力的滋养在起作用。为了让你更深刻理解这一点，我想分享一个你可能听过但未必从独处角度想过的名字——大卫·林奇。美国当代最独特的电影导演之一，拍过《穆赫兰道双峰》这些超现实主义经典。你知道他怎么工作吗？他曾在访谈中说，他所有的剧本创意，所有的画面灵感，都不是在片场跟人讨论出来的，而是在他每天2次的超绝静坐中浮现的。他从70年代开始练习静坐，每天早上和下午各1次，每次大约20分钟到半小时，完全一个人，不说话，不思考，不做任何事情，只是纯粹的静静坐着。他说，在那种深层的安静中，想法不是被想出来的，而是像泡泡一样自己从底下浮上来。他形容那种感觉像是潜入一片宁静的海洋，然后海底的珍珠自己滚到你手上。很多人以为创造力来自脑力激荡，来自团队讨论，来自不断的外部输入，但大卫·林奇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证明了另一条路。最珍贵的想法往往诞生在最安静的独处时刻。这不是玄学，这是当你的大脑不再忙着接收外部信息时，它终于有余裕去整合那些你早已埋藏在潜意识深处的碎片。这个特征的金句是：最深的井往往在最安静的地方，而你独处的那些时刻，就是在往那口井里放下吊桶。现在我想跟你聊一个很深的问题，你会不会因为喜欢独处而感到过愧疚？我有时候会收到观众发来的私信，他们说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太合群，同事约聚餐我常常不想去，家人说我太孤僻，我是不是应该改变自己？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我都觉得心疼。那种愧疚感来自一个我们从小被灌输的错误观念：热闹等于幸福，合群等于健康，外向等于成功。但这个观念从来就没有被科学证实过。心理学家苏珊·凯恩在他的经典著作《安静》中指出，现代社会大约有1/3到1/2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独处和安静的环境，这不是少数异类。
这是人类正常的多样性分布。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在人类的祖先群体中，既需要那些善于社交维系群体关系的人，也需要那些善于独处思考观察环境解决复杂问题的人。这两种特质在进化上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你喜欢独处，不是因为你有问题，而是因为你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你的神经系统、你的大脑结构、你的内心世界都在以他们本来的方式运作着，而这种方式有其独特的美丽和力量。当然，我们也要诚实地面对一点，喜欢独处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回避所有的社交和连接。人类毕竟是社会性动物，真正的孤立对心理健康是有害的。喜欢独处的人需要的不是消灭所有的社交，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在需要充电的时候给自己独处的空间，在需要连接的时候选择真正有质量的关系。这种平衡本身就是一种智慧。而且有一件事很值得说出来，那些喜欢独处的人，往往对他人也有着更深的尊重和理解。因为他们尊重自己需要空间的需求，所以他们也更能理解别人需要空间的时候。他们不会用自己的热情去侵占别人的边界，也不会用道德绑架去要求别人一定要热闹。他们懂得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让自己感到舒适的相处方式。这种尊重其实是一种非常成熟、非常温柔的质量。你知道吗？世界上很多最深刻的思想、最动人的艺术、最重要的发现都诞生在某个人的独处时光里，不是在热闹的派对上，不是在嘈杂的会议室里，而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某个人的清晨，某个不被任何人打扰的夜晚。独处从来不是人生的缺席，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深度在场。所以下次当有人问你，你怎么又一个人了？你可以微笑着告诉他，我正在跟我自己在一起，而这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请记住这句话，真正的丰盛不是把每一分钟都填满，而是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安静，什么时候需要连接，并且有勇气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你喜欢独处，这不需要被原谅，不需要被解释，也不需要被改变，它是你的一部分，而且是很美的那一部分。如果你今天听到这里，觉得自己被看见了、被理解了，或者对独处有了新的认识，请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你最近一次享受独处时刻是在做什么？是看书、散步、煮饭，还是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坐着？我很想听听你的故事，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让更多同样喜欢独处、同样曾在某个夜晚怀疑过自己的人看到这篇文章，知道他们并不孤单。最后，如果你想要更多关于心理学、自我认知、内心世界的深度内容，记得订阅频道。我们下期见。